各位好，我是你们高产的小伙伴魏之超年更博主提前更新了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郭德纲、于谦的相声有助眠功效。现在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是听着郭德纲、于谦的相声入睡的。对于我这种入睡困难症患者来说这两位简直就是救命恩人嘛。那我想跟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不然网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专门每天晚上更新郭德纲、于谦陪睡相声的那种频道了。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为什么这二位的相声能够哄大家睡着呢？我这几天分析了一下想到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呢，叫做不留气口。首先我发现并不是所有郭德纲、于谦的相声都有助眠功效的。催眠效果最好的呢，差不多是郭德纲、于谦巅峰时期靠后一点，大约是2010年到2015年那段时期的作品比如我要叉叉叉系列什么的。比这个更早一点的呢，催眠效果一般般。比这段时期更晚的呢，效果可以说是越来越差，尤其是最近几年他俩的新作品那简直是越听越精神。那么这些不同时期他们的相声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差在气口。气口呢，就是上一句话与下一句话之间的那点停顿。催眠效果最好的那个时期郭德纲、于谦的相声在节奏上我觉得有个特点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那就是几乎不留气口。你单听老郭的声音当然是句与句之间都有很多停顿的跟正常对话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老郭每说完一句话，几乎一瞬都不带停的，谦大爷的捧哏就会把话给接上。然后呢，谦大爷的声音一停同样的也是几乎一瞬都不带停的，老郭就会接上下一句。在巅峰时期他们可以做到只要不被观众的掌声打断，那他俩的声音就可以延绵不绝连续好几分钟，让你几乎听不到气口听不到什么明显的停顿。老郭句与句之间的所有停顿都会被谦大爷给填满，反过来也一样这是一个超级爽快的节奏。老郭不是经常夸谦大爷功夫深嘛，说台上抛过去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他接不住的。我觉得这夸的不光是内容我觉得更加厉害的是他俩的节奏。那这种节奏对于助眠有什么效果呢？很多人睡不着其实原因都很类似就是想东想西嘛，脑子停不下来，越想越精神。那么这种没有气口的节奏加上精彩的内容那就不但是吸引住了你的注意力，而且是不给你任何一个想东想西的机会你可别小看这个不到1秒钟的那么一点点气口一个几百毫秒的停顿至少就够你产生类似于期待点什么，或者回味一下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念头了。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念头浮现出来，那你的脑子就更难安分下来。那这种不留气口的节奏大概就是郭德纲、于谦相声能够助眠的第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呢，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用郭德纲的单口相声来助眠。一个人说话嘛，没有气口就憋死了，一定是要留气口除非像半佛仙人那样刻意用软件把所有的气口都给剪掉。我觉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郭德纲、于谦最近几年出的那些相声助眠效果就很一般了因为他俩这几年节奏感真是退步非常非常严重气口留得特别长。这几年老郭和谦大爷都有点相互接不上对方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还是因为前面几年疫情他们的舞台经验有点生疏。那接下来呢，是我想到的第二种可能的机制那就是相声很有可能模拟了一种原始部落的睡眠环境。人类学家丹尼尔·利伯曼他曾经观察到，在一些现在还保留着那种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那种生活方式的原始部落里人们入睡的环境跟现代人简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些原始部落的人，他们经常是集体睡在篝火旁那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通常来说都不是一个部落里所有人一起入睡他们都是一部分人在睡觉的时候，营地里同时其他人可能会在旁边继续聊天，有些人在照顾孩子，有些人在打闹，有些人在干杂活等等等等。很神奇的是，那些准备睡觉的人完全不会对这些噪音和光线做任何阻挡，可他们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睡着，居然是一点也不困难。那这对于很多现代人的睡眠标准简直是彻底的一种颠覆，是吧？像我们这种每晚都必须在郭于两位男神的陪伴之下才能够睡着的，毕竟还是有点非主流的嘛。更多现代人入睡的时候是要求环境彻底黑暗、彻底安静对不对？
有一些神经很过敏的，甚至是一点点光、一点点噪音就不行啊，就睡不着。但是会不会这种要求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误解呢？人类学家卡罗尔·沃瑟姆他提出来说，也许原始部落的那种环境啊，才是真正的入睡友好型环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我们准备要入睡的时候啊，大脑会对周边的世界进行监控，会去判断这个时候睡觉是不是存在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附近有朋友和家人在交谈，篝火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边上有一些人在干着手头的杂活，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这些声音恰恰就给了我们一个生活一切如常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呢，就会非常安心的进入梦乡了。反过来呢，那种现代人要求的完全寂静黑暗的环境反而不一定能够给我们传达出这种安全的信号可是呢，老郭和千大爷的相声却可以。你想啊，两个老熟人在你耳边用非常放松的口气聊天开玩笑，那这不就完美模拟了原始社会里那种环境吗？就是几个人围在篝火旁谈天说地那种场景嘛。但我觉得比这更加关键的可能是相声录音里那些现场观众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观众时不时笑一声时不时接个下茬，时不时起个哄这是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告诉你身边有一大群人在非常放松的听笑话开玩笑，这说明你非常安全那你就大可放心的睡过去了。那这样看来呢，每天晚上在我耳边上演的这样一场催眠秀主角不光光是老郭和于谦这两个人，而且还有现场的所有观众那些观众每一个都是我的男生女生那模拟了原始部落的睡眠环境这大概就是郭德纲于谦相声能够助眠的第二种机制。那这个机制呢，我觉得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用来助眠的那些相声都是无唱版的。那些上传助眠相声的 UP 主都非常贴心他们都会很体贴的把老郭那些唱歌唱戏的片段给剪掉。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聊天传递的信号是安全无事，但是唱歌传递的信号呢就变了，就是部落里有大事，你要关注一下。因为在漫长的部落时代音乐都是跟祭祀跟那些凝聚族人的一些集体狂欢活动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呢，音乐一响你就得打起精神来跟部落里的小伙伴一起拜祖先或者一起跳舞了那还睡什么睡嘛？我觉得这个机制还能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用岳云鹏、孙越的相声来助眠。那两位的水准也非常高我平时也非常喜欢听但我觉得岳云鹏、孙越的相声跟郭瑜两位的相声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孙越老师的捧哏风格是很有攻击性的听上去比较像是两个人在吵架这可不是什么安全的信号其实千大爷早期的风格也是这样的，也是很有攻击性的，但后来就变得柔和很多了，就更加适合用来助眠了。那这些呢，就是我对为什么郭德纲、于谦的相声有助眠功效的一些思考。那刚才的第二种机制呢，是受到《锻炼》这本书一个段落的启发。没错是一本讲锻炼的书。睡眠呢，只是这本书里的一个闲篇。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它融合了进化生物学、进化人类学的视角，可以说是讲透了锻炼这件事情的前世今生，非常颠覆。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利伯曼我觉得是一位大神级别的学者。他自己呢，虽然未必很会锻炼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懂锻炼这件事情的人。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来翻一翻。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魏之超，我以后会在这个频道里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读到的各种心理学知识以及其他有趣好玩的知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请帮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也请你关注这个频道这对我非常重要谢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